金牌面前还不跪下？哼，小罗锅，你们父子俩违抗懿旨，罪该杀头，还敢治我的罪？和珅，你告诉他我们敢不敢？吴大人，刘大人留在济南，确有皇上的密旨。哼，我何罪之有？问得好，那我们就来审第一桩罪：蓄谋杀人。来人，传吴林峰上堂。小民吴林峰叩见刘少爷。吴林峰，你谋财害命，杀死亲哥，私通大嫂，你可知罪？小民冤枉。何冤之有？杀死我大哥的另有其人，谁？就是巡抚衙门的师爷，乌大人的手下史建林。胡说八道！史建林已经死了，你们不能拿死无对证的事儿来做证据吧？是吗？来人，带巡抚衙门师爷史建林上堂。跪下！这罪民史建林叩见刘少爷。吴日泰，你是在纳闷史建林怎么会死而复生吧？实话告诉你，那天你们看到的是被你们推下悬崖的假流氓的尸体，史建林当时根本不在场。史建林，吴林峰说是你杀死了吴占祥，可有此事？是小的杀死了吴占祥。赶快给我从实招来！皇上，您站了半天了，坐下歇会儿吧。我就愿意在这儿审，我有皇上的御赐金牌，我爱在哪儿审就在哪儿审。哼，你管不了我。哼，乌日泰，刚才你师爷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？看来你不仅有蓄谋杀人罪，还有栽赃陷害罪，指使他人残害民女罪。他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史建林，你所说的可属实？句句属实。好，金朵，让他画押，然后带到牢里候审。刘少爷，这些卑鄙小人打着本官的旗号胡作非为，理应严惩。老夫有失察之罪，甘愿受罚，请少爷明鉴。从刚才师爷的供词来看，乌大人恐怕不只是失察之罪。来人，传元一大师上堂。元一大师，你手中所抱何物啊？回少爷，是吴占祥施主临终前托付给贫道的遗物，一本账册。呈上来。刚才史建林的供词说，乌日泰就是为了一本账册，犯下了一连串的罪行。这本账册现在就在我手中，这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，竟然让吴大人如此费神的寻找呢？这本账册上记录的就是乌日泰收取过闸税银的账目，这其中仅在少数商客身上就勒索了税银数百万两之上。乌日泰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假的，假的，这本账册是假的。我也可以找人假造一本账册，说你爹刘统勋勒索1000万两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会赖账。来人，传萧大海上堂。草民萧大海拜见刘少爷。萧大海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草民是做丝绸生意的，承蒙各位同行的抬爱，现在是山东丝绸商会的会长。这上面
可有你被勒索税银的记录？有，大人，这是更多的丝绸商人联名写的状告乌日泰横征暴敛的诉状，请大人过目。好，呈上来。所有在诉状上签名画押的商人，都聚集在商会里，随时可以上堂作证。乌日泰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少罗锅，你栽赃陷害，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来人，把乌日泰给我押进大牢，择日候审。走，押下去。走。老爷，老爷，我，什么都甭说，看你这模样我就知道，我儿子在堂上那是这个。对呀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我跟您说呀，少爷棒着呢，没有不伸大拇指的。老爷，您真应该去看看呐。我岂止想去看看呢，我还想亲自在大堂之上审那个乌日泰呢。是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老夫不能辜负喽皇上对臣子的一片体恤之心呐。现在应该正审着乌日泰吧？不知道刘大人会怎么审呢？是啊，朕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案子怎么了结。审得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子，没给你爹丢人。那是，有刑部尚书亲自指导，模拟预审，要不然，您儿子会审得更好。我信，不过得等我死了以后。哈，哎，现在审是审完了，可怎么判呢？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乌日泰这个大坏蛋，斩立决呗！是啊，不杀乌日泰的话，如何向全城的百姓交代？如何安抚那些屈死于地下的冤魂呢？你对百姓和冤魂是有交代了，可是您怎么向太后交代呀？皇祖母啊，皇祖母，您怎么就这么糊涂，非得保您这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侄子呢？皇上明天就到济南了，这个案子必须在皇上到达之前判了，不能把这包袱扔给皇上，让他为难呐。爹，您倒是处处为他着想，他替您想过吗？哎，我皇阿玛怎么没替刘大人着想了？他不是还派人送锦囊来了吗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老爹，咱们把锦囊拿来吧。不用拿什么锦囊了，不就是那3个字吗？现在是用桶的时候了。桶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写哪个字不好，偏写这个字？你拆字啊？你不是很会拆字吗？我哪会拆字啊？我那是事先想好了蒙人的。这个乌日泰真够害人的，现在是杀不得留不得，还不如当时我在大堂一刀捅了他呢。慢，同者同也，同者杀也。哎，这么说我皇阿玛是要我们杀了他？不对，皇上绕这么大个圈子，肯定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杀了乌日泰。也许这个“统”字就是取其本意，统一。乌日泰这个大混蛋，还跟他谈什么统一啊？所以啊，皇上是让咱们看看这乌日泰还能不能争取一下。说白喽，皇上不想杀乌日泰啊。哦，我也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第3个字“勋”，
勋者勋也。皇上不让我们杀乌日泰，让我们把他关在茅房里虚险。这皇阿玛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来呢？你没发烧吧？勋呢，取其本意，奖励，也就是说结案后我们大家都有功劳。现在罪都定不了，还谈什么结案啊？既然治不了乌日泰的罪，咱们就向他讨个人情。老弟，咱们去探监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是当今皇上的表弟，太后的亲侄子，谁敢挡我的道，以后都没有好下场。吴大人，你省省吧，这里没有巡抚衙门的狱卒，我们都是总督府的卫兵。现在我们只听刘统勋刘大人的吩咐。刘统勋，刘统勋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哟，乌大人，你还惦记着我跟我老爹吧？刘统勋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乌大人，我老爹吧可不想跟你拼命，他还得留着这条老命为百姓造福，为民除害呢。刘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别杀了我和犬子啊！我把我的金银财宝都给你。乌大人，你以为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呢？我老爹除了我什么都不稀罕。小少爷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只要老夫能办到的，绝不含糊。我只要求你2件事，只要能活命，我什么事都答应。真的。第一，你要承认你的罪行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要是认罪，这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呀！到时候你们说话不守信用怎么办呢？吴大人，你信不过小儿，总该信得过我吧？我以身家性命担保，说话算数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我承认，那个师爷和那个账册上记的，都是事实。好，还有第2，就是取消乌勒巴图和雨格格的婚约。这事儿老夫已经没有奢望了。但是你得在大堂上说你父子罪孽深重，不能辱没了格格。这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现在说没问题没用，得在明天大堂上说，要不然可别怪我们。绝对不会。哼，好，那咱明天大堂见。老爹，走。哎，刘大人，刘少爷，到时候你们俩说话可要算话呀！怎么样，老爹，爽吧？这个乌日泰，格格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婚事了。不过真没想到，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哎，这种人呐，他为了活命，什么条件他都能答应。哎呀，傻了！怎么了？早知道他为了保命，什么条件都能答应，咱们应该让他当堂揭发和珅和英莲的勾当，尤其是那个大贪官英莲，肯定没少收乌日泰的贿赂。那是。不行，我现在回去找他。哎，回来。怎么了，老爹？乌日泰算计的长远着呢，他可不能随便得罪英莲。要是得罪了，及时把他给放出来，英莲能让他有个好死？哎，反过来说，这乌日泰攥着英莲的把柄呢，他还能指望用这个把柄要挟英莲，等着以后东山再起。除非咱们刚才把揭发英莲当做他保命的条件给提出来了。看来真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你什么时候成智者了？我不跟您学的吗？你少贫嘴。明天大堂审乌日泰，罪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他不是想借英莲东山再起吗？我就盼他个永无出头之日。待吴林峰无事。操
冒名吴林峰无事叩见青天小老爷。吴林峰因替兄报仇、揭露贪官乌日泰的罪行而遭受陷害，无事无故蒙冤受辱，两人均当堂释放，并通告全城百姓恢复其名节。多谢青天小老爷，多谢青天小老爷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走。来人，带史建林上堂。罪民史建林，叩见小老爷。史建林，小人在。你强占民女，诬陷忠良，陷害他人，虽是受乌日泰唆使行事，但是你罪孽深重，难逃一死。小老爷饶命啊！小老爷饶命啊！罪民家中还有年逾古稀的瞎眼老母亲呢。念你伏法认罪，态度尚好，而且心存孝心一片，决定暂不斩你。来人呐，把史建林押至老庙胡同拜见他娘，然后关进死牢，待他老母100年之后再行刑斩首。多谢青天小老爷，多谢青天小老爷。带犯官乌日泰。哎，老爷，您一大早去府衙大堂。哎，不是，这天不好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今儿个皇上要到济南，这时辰也差不多了。哎，老爷，好像是小刘墉在审案呢。哎，你们怎么认识他呀？啊，这位老爷，您是刚到济南吧？现在济南城的老百姓啊，没有不知道这个小老爷的。他断起案子来，那就一个神。这儿人太多，要不然我先进去叫和珅出来接您。不用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刘墉是怎么断这个案的。你私设关卡，勒索客商，横征暴敛，置朝廷法度与天下民生于不顾，你可知罪？犯官知罪。知罪就好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犯官服罪，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犯官确实有一事需要解释。说。犯官承蒙太后恩典，与皇上结为儿女亲家。可是犯官和犬子呢，这个罪孽深重，怕辱没了格格，想请求解除犬子与格格的婚约，以减轻犯官的罪孽。好，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。比如有没有和谁是同党？有没有向谁行过贿呀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现在宣判：乌日泰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作恶多端，按大清刑律，经凌迟处死。但是乌日泰罪大恶极，让他死便宜他了，因此我决定免其一死，让他活着受百姓唾骂良心的折磨。第二，将他贬为庶民，接受百姓的监督，为防止他继续作恶，判他永不得为录用。第三，查抄其所有家产充公。第四，乌日泰之子乌勒巴图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，罚他劳役3年，废除他和宇格格的婚约。谁带了蝈蝈啊？啊！
即侍卫。刘墉叩见皇上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罪臣刘统勋接驾来迟，庭审缺席，请皇上降罪。刘爱卿，起来吧。坐。谢皇上。刘墉啊，皇上，替你爹审案，是你的主意吗？不是您的主意吗？朕的主意。啊？朕才刚刚到，朕什么时候给你出主意了？那不是您让和珅给我们捎信儿了吗？不错，可朕只是借王维的诗表达思念之情啊！皇上，您可别吓我。哎，朕怎么吓唬他了？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啊！刘墉啊，你说说，你是怎么理解那首诗的？这首诗的诗名《9月9日忆山东兄弟》，是说您想起了我们这群到山东的哥们儿们。放肆！哎，让他说。前两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意思是表达思念牵挂之意。不过我觉得，您急着让我们读这首诗，主要的意思还是在后两句上。什么意思？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登高处应该是大堂之上，少一人应该是少了我老爹吧。小刘墉啊，小刘墉，你总算没让朕白费苦心呐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怎么能让一个黄口小儿在大堂之上宣判一个二品巡抚？可人都到了，那个刘统勋又因病缺席，孩儿若是不让小罗锅宣判的话，就得自己宣判，到时在太后那儿不是更过不去了吗？皇上假贬刘统勋到山东暗查乌日泰，就是担心太后问罪。老夫本想借此机会好好杀杀刘统勋的威风，至少让他在太后那儿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！可现在倒好，乌日泰是你带兵抓的，小罗锅庭审宣判的，太后能治一个小孩子的罪吗？哼！那刘统勋不仅没有背上黑锅，反而两头讨好。哎呀，这吾皇圣明，如此体恤臣子，微臣真是不胜感动啊！要谢啊，就谢你的好儿子，要不是小刘墉聪明机智，皇上，不是我聪明机智，是我跟您心有灵犀。不错。最懂得朕的心思，那还真是非小刘墉莫属啊！那是。哎，皇上，那3个锦囊我解的也不错吧？您说留，我们就留在了山东；您说统，我们就没杀乌日泰。至于勋嘛，就看您怎么赏赐我们了。至于那3个锦囊嘛，第一个字理解对了，第二个字你是一知半解，第3个字呢是南辕北辙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小子的小脑瓜不是很聪明吗？怎么只把统字想成捅刀子的捅了？朕的意思是让你们通和同。通和同，
意思就是让你们和乌日泰沟通你们之间的障碍，然后把它同化过来，共同为朝廷效力。至于那个勋嘛，朕是取训的意思。就是让你们给乌日泰一个教训啊！你们可倒好，不仅将他一贬到底，而且是永不录用。你想，太后能高兴吗？你还想凭着领赏？妈呀，这也太高深、太玄了吧！蝈蝈，看来你真的只是聪明秃顶，还没达到聪明绝顶的境界嘛。好了好了，运河的关卡也拆除了，乌日泰的性命也保住了，这个案子你断得还算圆满。现在就按小刘墉的意思兑现那个勋字啊，日后回京，刘墉就在御辇伴驾。刘爱卿，臣在。从即刻起，朕恢复你刑部尚书原职。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太好了，皇阿玛，那孩儿呢？这次破获运河大案的事，孩儿也有功啊！不信，您可以问问刘大人和蝈蝈啊。你还敢邀功？你私自出逃半年有余，朕还没问你的罪呢。哎呀，皇上，您就别吓唬格格了。要不是您暗示我天地很大，海阔天空什么的，我才不敢说出逃荒两个字呢。一路上那两个便衣侍卫让格格捡到兔子、捡银子，还能下雨小偷，还把他们引上山东之路。啊，真的？真的是皇阿玛让我逃婚，然后在路上和刘大人他们会合的。朕可没说过啊。乌日泰一贬到底，朕正琢磨着怎么跟太后交代呢。哎，回京以后，你不准在太后那儿再给朕添乱了。好，我不说。皇阿玛，您真是我的好阿玛，是孩儿错怪您了。好了，刘大人，臣在。你们也回去准备一下，后天一早启程回京。臣领旨。这是怎么了？嗨，这还用说吗？乌日泰在山东积怨太深，不少人都盼着这一天呢。开门！你们家老爷在吗？在。朵儿，他来这干嘛？上酒，上酒！哎，老爷，英大人和何大人来了，把他们薅出去啊！吴大人，你是怪何大人和老夫没能保住您？保我？
别折煞老夫了，不落井下石，我就烧香拜佛了。哎呦，吴大人，您就别生气了啊！哎，这晚辈啊，带兵抓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那刘统勋用皇上的圣旨和金牌相威逼，你说晚辈能不听从吗？哼，你是皇上的御前侍卫，你要没什么念想，要没什么把柄抓在他们手里，他们能调动得了你吗？吴大人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哼啊！你不会不明白吧？何大人抓你那是好事，好事，这种好事也让英大人赶上一回。吴大人，你要总是以这种态度和口气跟老夫说话的话，老夫可就没有耐心了。吴大人，就算和珅不抓你，甚至力保你，哎，那刘统勋能放过你吗？你想想，和珅抓了你，他在皇上那儿就立了功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得到皇上的宠幸。而何大人又和咱们是一条道上的人，他的荣升对你以后也大有好处啊！好处啊！老夫以后就是一个废人了。此言差矣。那小罗锅虽然在大唐之上判你一贬到底，并且永远不得录用，可那毕竟不是圣旨。什么时候皇上高兴了，一样可以翻过来啊！哎，吴大人，你不会总让我们站着说话吧？请坐，坐。何大人，你也坐。上茶。不过，让老夫感动和欣慰的是，在关键时刻，吴大人真是一条汉子呀！老夫向来是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老夫保你还会东山再起呀！啊，吴大人，晚辈有件事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主动提出来解除格格与令公子的婚约呀？只要令公子还在，太后的懿旨是不能违背的。如果将来您真和皇上结成亲家，那以后的事不就好办多了？哎呀，老夫不是为了先保命吗？可刘统勋父子说，要想活命，就得解除婚约呀。可我从皇上那儿得知，他给刘统勋的第二道密旨，就是不让他杀你啊！啊，是什么？哎呦，我又上了那两个王八蛋的当了！老爷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哦，好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有什么打算呢？全听老爷的，反正我们这辈子是跟定刘家了。
老爷呢膝下无女，金朵是我的养女，你们愿不愿意做我的干女儿啊？干爹在上，受女儿一拜。你们坐。老爷坐。老爷。干爹。记住，把干字儿去喽，从今天开始就叫爹。爹。哎，您坐，您坐。哎呦。其实啊，京城那地方大是大，但比不上这儿的民风淳朴还清静。我看你们俩就留这儿吧。这个想爹的时候呢，就到京城去看我啊。女儿遵命。真是太好了，哥哥用不着嫁给乌勒巴图那个混蛋了，再也用不着逃来躲去的惹皇上和皇太后生气了。就是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以后也不用怕皇上怪罪了。新来小六子，送给你们8个字。脱离苦海，劫后余生。不对。那就是眉开眼笑换新骨。更不对。那是什么？井底之蛙，鼠目寸光。怎么一会儿老鼠一会儿青蛙的？讲什么呢你？你看啊，皇上下旨暗查乌日泰，虽然有点赖婚的意思啊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谁赖婚了？好，不是赖婚，是悔婚。一个意思。你看啊，皇上最主要的意思还是要惩治这些贪官污吏，为百姓造福。你们怎么净想着你们自己这点事儿，一点都不为大局着想？哎，对了，是不是宇哥哥？啊？我帮你这么大忙，你也不谢谢我？谢你什么呀？完了，这才叫过河拆桥呢。跟乌勒巴图的婚约退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金朵，你给评评理。金朵，金朵，我们这儿开心热热闹闹的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。没想什么？那我们说的你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听见了。我们说的什么？什么河呀、桥啊、青蛙啊、老鼠啊，反正我是听见了。我晕死了，怎么感觉跟中暑似的？你这还听见了呢？什么跟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，人家的心思早就不在这儿了。那在哪儿？那你得看看吴大侠在哪儿了。喂，你别胡说！我胡说？哼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哎，蝈蝈，我皇阿玛在等我，我要走了，明天见啊。你看什么看？儿子，都收拾好了？我有什么好收拾的？呀，
还不高兴了？啊，我懂。咱爷儿俩在这儿啊，是吃了不少的苦，可真是要离开这儿呢，还真是有点不舍得呀。我才不留恋这儿呢，早就想回京城了。想回京城？那你有什么不高兴的？啊？老爹，你说，金朵会跟咱们一起走吗？他不跟咱们走，他干什么去？可是，哎呀呀，这可是什么呀？吞吞吐吐的。刚才格格他们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聊得挺开心的，可金朵她就是一句话也不说。格格说，她的心思在吴大侠身上。老爹，您说，金朵是不是喜欢吴大侠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吴大侠被抓后，他都快把我的耳朵揪掉了。吴大侠在牢里的时候，他也总是瞒着大家去看他。老爹，您说金朵会不会这次跟吴大侠走了？儿子，爹得跟你谈谈了。谈金朵？你不想谈？老爹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金朵走。儿子，金朵到咱们家的时候啊，你还没出世呢。后来呢，你们俩呢，就像是这个亲生的姐弟一样。可你们再亲，那金朵也得出嫁呀。可我不想让她出嫁。那姑娘长大了都得出嫁。为什么都得出嫁呀？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等你娶媳妇儿就知道了。我不想娶媳妇儿，我就一直在家陪着老爹和金朵。你呀，娶不娶媳妇儿我可以不管，可金朵嫁不嫁人，这你也管不着。老爹，求您了，您就别让金朵嫁人了，她一走，咱家就空了。这胡说，那家里不还有咱们俩人呢吗？您呢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惩治那些贪官污吏。金朵走了，谁还陪我？谁给我洗脚？谁保护我？谁还揪我耳朵啊？儿子，我知道你和这个金朵的感情很深。其实呢，老爹呀，也不舍得她走。她呀，在老爹眼里，比自个儿的亲生女儿还亲。可是再亲，咱也不能挡着金朵自个儿的幸福啊。那她在咱家不幸福吗？傻儿子，她在咱家这天伦之乐的幸福啊，和他个人去追求这个两情相悦的幸福，那不是一码的事儿啊。哎，这吴少侠，这武功高，人也正直，吴少侠看上金朵，那咱应该替他们高兴啊。可是，哎呀，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哎呀，你喜欢金朵，吴少侠也喜欢金朵，你把金朵留在家里头，你倒是高兴了啊。那吴少侠呢？你怎么就不想想，吴少侠和金朵是什么感觉？儿子，你放心，
金朵她就是嫁了人，她心里头也永远会装着咱们这个家，还有你这个臭小子。哦，金朵找吴大侠去了？没有，他答应我再也不单独去见吴大侠了。他答应你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没说什么。你说？没说什么。你动的什么心思？你儿子，你要是这么想，那不就是鸠占鹊巢了吗？吴大侠，哎，小老爷，蝈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啊！找我啊？是你找我呀，还是你家刘大人找我呀？你希望是谁找你啊？你怎么不问问是不是金朵找你啊？我就知道你还是最希望金朵来找你。这不，斑鸠给喜鹊送信来了。斑鸠给喜鹊送信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不跟你说了。金朵告诉我，他会在我们家附近的大柳树下等着你，让你赶紧去。金朵等我？对啊。不过去不去就是你的问题啦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他就在那儿一直等下去，自己也变成一棵大柳树。我走了。去吧。嫂子，我去就回，你先回客栈休息一会儿。好。金朵，干嘛呀？那么着急？哎呦，这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？金朵，这事儿对你来说可比天塌地陷重要多了。好，说来听听，什么事儿？吴大侠说了，他会在咱家附近的大柳树底下等着你，让你赶紧去。吴大侠？你去告诉他，我还是不去了。我才不给你俩跑腿呢！你爱去不去，反正他说了，见不着你就一直在那儿等着呗。回头他也等成一棵大柳树。那你说我去不去啊？这事儿我听你的。你自己的事儿我才不管呢，你爱去不去？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。你来了。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我也以为你不来了呢。那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？
那就看缘分了。我也没什么好送的，留个念想吧。我走了。金朵，当你看见这封信时，我和老爹已经在回京的路上。首先，我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在你的茶水里放了药。对天发誓，这是我第一次对好人干坏事儿，请你和老天爷一定要原谅我。像我这么聪明秃顶的人，当然能够看出来，吴大侠喜欢你，你也很喜欢他。你们是很般配的一对儿。老爹说得好，人不能太自私。你越是喜欢他、关心他，就越应该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所以呀，你醒了之后就去找吴大侠吧。老爹那边我会解释的。那天我虽然是装傻，但我说的全都是傻话。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啊！以后我和老爹会想你啊，你也要想我们啊。有机会一定要和吴大侠到京城来看我们。哎，这两个蝈蝈到了朕的玉年里，怎么不开心呢？小刘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玉年里没有阳光和金朵儿啊，蝈蝈只有在阳光下才叫得欢。好，那你只有和金朵在一起才开心吗？啊？可是金朵儿跟着吴大侠走了。金朵，爹，你们回来了。蝈蝈呢？这一路上净念叨着你，这到家门口的他倒着了。啊，我看看去。哎，走，进屋。洗脚。臭小子，你居然敢把我给扔下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才不愿意把你给扔下呢，只是我不想当那只斑鸠。什么斑鸠？老爹说我不让你去见吴大侠是鸠占鹊巢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跟吴大侠一起走，不要我了呢。哼，我要是走了啊，便宜你了！哎呀，我要是走了以后，谁注意耳朵？哼，你给我实话实说吧，那棵大柳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那大柳树是我分别给你和吴大侠送信儿，让你们在那儿见面的。我真没看出来啊，
小小年纪，鬼心眼倒不少。我警告你，如果再有这种馊主意的话，我就走了，可真的不回来了啊！我错了，我道歉。再说一遍，我错了，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大点声，向你道歉。我回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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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爹，我回来啦！我回来啦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吓我一跳！老爹，乌日泰倒了，你也官复原职了，你肯定比我高兴吧？有什么高兴的？哎，哼，你们这些大人呐，高兴了不敢露齿，伤心了不敢流泪，虚伪。你还一套一套？那是。你懂个屁！我怎么懂个屁呢？连皇上都说我懂他的心思哎。呵，是吧？哎，老爹您坐。好，我坐。老爹坐。你说。老爹，我虽然不喜欢您喝酒，但是我最喜欢看您喝酒时候的样子。好看。那才是敢做敢当，真性情，真男儿。嘿，我不喝酒那就不是真男儿啊！去，回屋念书去啊！走。哎，老爹，咱俩下馆子去吧。我好久没吃清风楼的点心了。想吃清风楼的点心？哎，这容易。哎，这样啊，这个回头呢，让这个福伯去清风楼买点给你送过去。我还有事儿，不陪你了。哎，老爹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皇上不是让您歇几天的吗？这山东运河那卡子撤了，我得瞧瞧丝绸的价格落下来没有啊？您要去集市？带我一起去吧。今儿不行，你啊得收收心了，快回屋念书去啊！哎呦，切，有什么呀？官复原职了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哼！哎，臭蝈蝈，我找你呢，谁翻脸不认人了？谁呀？爹呀！除了他还有谁啊？那他人呢？准备去了，又要去集市，还要关心丝绸呢。他也关心丝绸？那你说和珅和英莲他们俩在关心什么呢？哼，英莲关心什么我不知道，和珅现在说不定跪在太后面前说：“奴才该死，请太后恕罪。”你就贫吧，走，我找你呢。太后，和珅罪该万死，请太后恕罪。哼，我的何大人，听说是你带兵抓的乌日泰？不，太后，那都是刘统勋的主意。哼，腿长在你自己的身上，他刘统勋莫非能绑着你去不成？这和珅呐，和珅，我平时对你不薄啊，你竟然敢背后使刀子啊你！我那乌日泰父子俩对你也不错呀，你把他贬了就是了，还来个永不得录用。哼！太后，请您明察呀，太后，那都是小刘墉宣判的。嘿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他小刘墉一个毛头孩子，知道什么呀？连刘统勋都知道回避，你。太后，您别生气了好吗？太后，奴才这次说什么也说不清了，奴才只有一死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太后，今后奴才不能再侍奉您了，您要好好的注意您的身体。奴才这就去了。太后。啊！哦，我的花儿啊！哎呦，我养了16年的蝴蝶兰呐！哦，何兄，以后啊，你在宫里走道看着点儿，别老净回头啊！哎，何兄，干嘛呀？你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
背着我自己偷跑太后这儿领赏来了。哎，我看太后赏你什么了？等，你们爷儿俩够狠的！你们到皇上那儿邀功，让我在太后那儿背黑锅。哎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替朝廷惩治贪官污吏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！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到太后那儿领赏去。哼，去啊！我去了，请等着我。好好的领赏，还领赏呢？挨大嘴巴去吧！刘墉叩见太后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岁。小刘墉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来给太后报喜来了。报喜？是，山东巡抚乌日泰被一贬到底。住嘴！你大胆妄为，宣判乌日泰！我看你年幼无知，我没找你问罪，你还竟敢找上门来一派胡言！刘墉知罪，请太后息怒。哼，知罪？那你说说，你罪在何处啊？刘墉不该越俎代庖，应该让我老爹宣判乌日泰。哼，你倒是真会东扯葫芦西扯瓢的。我问你，是谁让你把乌日泰一贬到底，还让他永不得录用？谁？我不敢说。恕你无罪，快说吧。是我自作主张。什么？你自作主张？哎呀，那乌日泰是我的亲侄子，是皇上的表弟。你一个小毛孩子的一句话，你就废了人家的后半辈子啊！你太后息怒，请听刘墉解释。那个乌日泰横行霸道，作恶多端，如果不一贬到底，难以平民愤啊。那你把他一贬到底不就得了？怎么还来个永不得录用？我也是替皇上和太后着想啊。那你说说，你是怎么替皇上和哀家着想的？哎，太后您看啊，如果不将乌日泰判永不得录用，以后肯定有想讨好皇上和太后的人再把他扶持上来。这个乌日泰鲁莽愚钝，经常被人利用，到时候再惹出什么事端，不仅给皇上和太后脸上抹黑，也给皇上和太后添麻烦呀。到那时候，您说这乌日泰是杀还是不杀？太后，您说我判的行吗？哼！哎，你怎么站这儿来了？谁让你起来的？哦，刘墉知罪，请太后恕罪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刚才说是给我报喜来了？是。有什么喜啊？第一喜是太后美名天下传，乌日泰是太后的亲侄子，人所共知啊。这次乌日泰受到严惩，天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奔走相告，都夸皇上和太后公正英明呢。这第二喜呢，就是杀一儆百，太后不怒自威呀，体现了大清刑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威仪，各地方官吏无不闻风丧胆，噤若寒蝉。你也站累了，坐下说吧。谢太后。那这第三喜呢？第三喜对太后来说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格格以后不会再跟您怄气了，她还是您最喜欢的孙女。太后，我也知道您是为格格好，但是您不知道乌日泰父子的为人呐。这次乌日泰有自知之明，主动退除了婚约，格格以后就可以多在宫里陪陪您了。他老对我说，您最疼他了，
他也最喜欢您这个皇祖母。你呀、你真是个小人精啊你！难怪皇上这么宠你。我得给你点赏赐。哎呀，赏什么呢？哎，山东送来的大枣啊，吃2个尝尝。谢太后。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啊。干脆你都带回去吧。来，刘墉谢太后。免礼免礼。哎呦，刘老弟，哎，领赏回来了。哎，老弟，谁欺负你了？你跟哥哥说。没有。你让我看看。哎呦，疼吧？哎呦，你怎么搞的呀？这是，你快点说呀！好好的去领赏，怎么回来脸肿这么大呀？是领赏去了。领赏去了？哎呀，郭子，看来你这赏赐可比我的贵重多了。你瞧你这肿多大，我这才这么一点儿。看来太后啊，还是比较偏爱你呀。何兄，你也真够可以的。为了看我出这洋相，在这蹲这么久，你不嫌累，不嫌热？哼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刚才我在这蹲着的时候，2脚都酸了，出了一身的臭汗。你闻闻。可是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累了，也不热了。哎呀，我这心情舒坦多了。是吗？你就这么爱看我出洋相？兄弟，这做人吧，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话不能说得太绝。你看刚才，哎呦，我到太后那儿领赏去了，怎么样？回来挨了一顿胖揍吧？你觉得我会挨顿胖揍吗？你把太后的亲侄子审得那么惨，她能给你好果子吃？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太后就给我好果子吃了。什么呀？哟，这就是太后给我的赏赐。什么呀？这是山东府衙专供宫里的蜜枣，可甜了。哎，我该走了。死郭子，你怎么总能得到太后的赏赐？哼！哎呀，这位先生，您买丝绸啊？你这儿的丝绸都是什么价啊？哎呦，您可真是有福之人呐！昨天山东关卡刚取消，第一批免税的丝绸才进店，您今儿就来了。哎，那这一匹得多少钱？嘿嘿，您看啊，这上等的苏绣是3两一匹，稍微次点的都是2两一匹。哎，那你这附近的丝绸店都是这价啊？都这价，现在谁还敢抬价啊？哎，老先生您没听说吧？上次就因为刑部尚书刘统勋刘大人暗访丝绸店啊，发现价格暴涨，启禀皇上前往山东端了乌日泰的老巢。那乌日泰的后台多硬啊，连他都敢端，您说这刘大人厉害不厉害？哎，这老百姓都叫他刘青天啊。哎，您猜怎么着？听说那刘大人不仅秉公执法，还清廉勤俭得很，从来都不穿丝绸。哎，我要是见着刘大人呐，我就送他一家子丝绸，让他们1年4季天天穿丝绸。那你送我一匹呗？哟，您开玩笑啊！我这做小本生意的，我也不能逮谁送谁吧？哎，我跟您说呀，您要是介绍我认识刘大人，我可以以成本价卖给您。行，那多谢你啊，老板。哎啊，回见啊。哎不，哎，光问价不买丝绸啊？麻布长袍，一身正气。哎呦，
刘大人吧？哎呦，刘大人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启奏，讲贪官腐法，运河畅通，丝绸价格回落，京城百姓无不歌颂吾皇圣明。臣以为皇上可以借此时机颁诏天下庆典，为乾隆盛世再造声势啊！刘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啊？臣以为现在不宜举行庆典。刘爱卿何出此言呢？朝廷虽然每年拨款项用于南河的治理，但南河河段年年决堤，致使40多个州县百姓流离失所。臣以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加修南河大堤，同时要严惩贪官污吏。应大人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刘大人所言差矣。据臣所知，南河河段已经修筑600里长堤，可近年来仍然时有决堤，实在是天意难违呀。皇上，据逃到京城的南河灾民所说，好了，朕就奇了怪了，你们两个怎么从来就没有一次有个统一的意见啊？这样吧，刘爱卿，朕就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彻底追查南河河污案。朕倒要看看谁敢以身试法。皇上，是查出来，哎，英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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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何大人，李公公，李公公，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老奴啊，最近遇到点麻烦，想请英大人给帮帮忙。李公公，您还跟我来这一套？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。你看是这么回事，我有一外甥，犯了点事儿，给抓起来了。我呢，就这么一个姐姐，也就这么一个外甥。我也从皇上那儿呢讨了个说法，皇上说啊，要酌情处理。哦，酌情处理，那这事可大可小啊。所以啊，我想请英大人出面给说说情。来，这就算我的小外甥孝敬您了。哎，您看，您还跟我来这一套？你看，快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我有啊！哎呀，要是别的事儿嘛，老夫没准能帮上忙。可这涉案的事儿嘛，老夫就不好插手了啊！李公公，您也知道，刘统勋处处和老夫过不去。现在他主管刑部，我这一插手，哦，那您的意思是直接去找刘统勋？找刘统勋？哎，他可是六亲不认呐。我这张老脸，他能认吗？这您就错了，他可以六亲不认别人，可对您这个皇上身边的人可不能不认呐。他不是得天天见皇上，您不是得天天给他通报吗？那是，得，那我豁出这张老脸，我亲自找他去。得嘞，皇上身边要是没有我伺候着，皇上该降罪了。英大人，谢谢您嘞，咱家告辞了，告辞。岳父大人怎么将李公公支到刘统勋那儿去？这不是让李公公下不了台吗？李公公下不了台，我看是刘统勋不好下这个台。你说刘统勋如何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啊？他要是帮李公公办了这个案，他这小辫儿可就攥在老夫的手上了。他要是不帮这个忙，那这小鞋儿可够他穿上3年5载的。